由于我极度缺乏睡眠，穿进恐怖游戏的我抓紧一切休息时间，4秒就睡着。半夜睡觉觉得热，我翻身搂住一个东西，冰冰凉，手感很好。游戏《王府鬼谈》加载完毕，玩家李佳豪已进入游戏，玩家等级新手，游戏记录0。我一进入游戏，坐在长桌前的其他玩家立刻就炸了。开什么玩笑？我们都是钻石级别的玩家了，系统怎么放了一个新手进来？为了点经验，命都不要了，这人脑子有病！一个新手菜鸟也敢来玩王府鬼谈，又是个送人头的。长桌前围坐着8个男男女女，看到头顶的经验条都是钻石级玩家，他们看向我的眼神和见鬼了差不多，大概是没想到自己从无数尸山血海的恐怖本里爬出来，竟然沦落到和一个新手菜鸟一起刷本。别吵了，一个新手能被传送到 A 级本，他肯定有自己的绝招。得了，一个新手能会什么？而且游戏次数还是0。为我说话的女孩看着我，仿佛在催促我，让我赶紧说自己有没有什么绝招。我想了半天，我擅长熬夜加班。还有呢？加完班我能睡1天算吗？听到我的话之后，为我说话的女孩也愣住了。这是恐怖生存游戏，会熬夜有什么用？熬夜等着鬼来杀他吗？看他弱不禁风的，估计晚上遇到鬼直接吓晕过去。睡1天也成了绝招了吗？难不成鬼杀他的时候，他睡得香就不痛了吗？欢迎玩家来到王府鬼谈副本，在副本中每安全度过1个夜晚，可以获得一定的积分，制服 BOSS 可以获得大量的积分，积分可在商城内兑换需要的物品，同时在系统中也可以看到弹幕互动，互动量越大，也会获得一定的积分奖励。祝你游戏愉快！友情提示：如果你的表现过于出色的话，可以尝试向系统商城开启指定兑换，可兑换商城中没有的物品。系统的话音结束，我就看到了几条弹幕从眼前飘过。没有技能其实可以不说的，这破技能就别出来丢人现眼了。菜鸟哥这技能都不如我。我在心里叹了口气，又不是我主动的来到这恐怖游戏的，有这功夫，我宁愿多睡会觉。也不知道是谁给我报名了这游戏，现在好了，出也出不去，也不知道今晚上住哪，能不能睡个好觉。一个身穿皮衣的男人走到了我的面前，轻蔑地打量了我一眼。你来的最晚，我们已经分好房间了，我们住在主屋，你就去仆人房住。仆人房是哪？最破的那间，挨着柴房的。不会看到条件差就不想住了吧？我们这已经满了。这是一个古代建筑，我记得进入之后听到系统播报，这个地方叫做王府鬼潭，看来是之前的什么亲王住过的王府。这算是王府里一个单独的小院子。我们所在的院子分为1间主屋、3间偏房和1间仆人房。那些高等级玩家们早就占据了主屋和偏房，而分给我的那的仆人房隔着房门就透出一股阴气，房门上也糊着几个血手印，月光照进来，整个屋子显得阴森森的。隔着屏幕我都开始害怕了，这场景做得太逼真了。我看过这篇副本的攻略， BOSS 就是鬼，就是从仆人房开始刷的，看来这是故意欺负新手菜鸟。快看，他要回头去抱大佬的大腿了。我无视了这些弹幕，只是扭头冲皮衣男一笑。晚安了各位，早睡早起身体好啊。感谢大佬送来的单间大床房，你们真是好人啊。皮衣男没想到我的反应如此平静，愣在原地。我直接把门关上，然后脱鞋换睡衣，一气呵成往床上一扑。大床、单人间，还有窗户，谁懂？这对一个最开始住16人合租房，到后面住地下室的007社畜的含金量。我现在只想在被子里幸福的打滚。我已经开始幸福的打滚了。年轻就是好，倒头就能睡。不是，他怎么就这么睡着了？哪来的奇葩玩家？就不绕着屋子看看吗？一点线索都不会在意的吗？没想到我躺到床上就睡着了，这些弹幕我都没有看到，我的睡眠速度实在是太快了，同样也导致我没看见床头挂着一个淹死的女人的画像。论坛上应该只有这个本攻略的，但是现在的我确实是什么都不知道。这个恐怖本叫《王府鬼谈》，记录着多几百年前在王府里发生的灭门惨案，主人家5口离奇死亡，从此之后王府只要到了半夜就会闹鬼。好像这个恐怖本还没人全通关的吧？好像是的，因为这第一个 BOSS 就有点厉害。半夜那幅我没有注意到的画像动了动，画像里的女人忽然睁开眼睛，流血的眼珠向下滚动。女鬼慢慢地望向躺在床上的我，悠悠地开口道：他是我最深的噩梦，我是他最亲密的秘密，
我们流着一样的血。他是谁？他是我最深的噩梦，我是他最亲密的秘密。我们流着一样的血，他是谁？我轻轻地翻了个身，将双腿蜷缩，被子也随着我的动作裹紧。接着，我发出一声绵长的呼噜，女鬼显然被这突如其来的声响惊得愣了一下，随即咬紧牙关，继续追问：他是谁？这声音真是扰人清梦。我不耐烦地将被子拉过头顶，试图遮住一切噪音。女鬼的情绪终于崩溃，她在话中焦急地扯着自己的头发，用力跺着脚，嘴上不停地质问着：他是谁？他是谁？他是谁？不是，原来还可以这样处理。多少人因为猜不出谜底而被女鬼残忍对待，这家伙却意外地触发了隐藏剧情。他竟然嫌一个恐怖本的 NPC 吵闹，还将头埋进了被窝。我在深沉的睡眠中醒来，精神焕发，屋内的一切显得井然有序。我注意到墙上那幅昨日被我忽略的画，画中溺亡的女鬼投来一道满含怨气的目光。系统的提示音响起，提醒我去大厅享用早餐。等我到达时，桌上只剩下了一些残羹冷炙。这碗白粥你喝了吧？昨日为我辩解的女孩，此刻递给我一碗白粥。我叫刘恋。我喝完后有些困顿。还有其他事吗？如果没有，我想回去再小睡一会儿。你昨天是如何回答女鬼的问题的？女鬼？哪个女鬼？没见女鬼啊。是那个半夜不睡觉说个不停的女的吗？我没理她。昨天偏房那2个人出事儿了，死了一个玩家。既然如此，空出的那个房间就让这个新手菜鸟住吧。我迷迷糊糊睁开眼，发现钻石级玩家们正在讨论战术。皮衣男用力放了黄母。跟你说话你听到没有？不好意思，碳水吃的有点多，吃完饭我有点晕碳了，打个瞌睡。你们说什么来着？你确实能睡，但是你小子是拿这当宾馆了吗？推开门，我才知道钻石玩家为什么突然转性，愿意宽宏大量地分给我一间房间。面前看上去应该是一个小女孩的房间，房间里有一张小1号雕花大床，床单和被子都是浅蓝色的，上面绣着云朵图案。卧房跟门厅之间还放了一扇画着各种可爱小动物的屏风，不过这屏风上面溅满了红色的血迹，地上散落着残肢断臂，正是皮衣男口中那个昨天刚刚死了人的房间。这回睡觉搁惨了，睡这里必碰夜游小女孩，等着被碎尸万段吧。小女孩算是个小 boss， 那可不是睡着就能躲过去的。你们能不能别剧透了？本来这直播间晚上就没什么看的，你们看这下好了吧，把混子哥都吓跑了。不对，他怎么拿着扫帚又回来了？看到屋里乱七八糟的样子，我心中暗想，脏成这样怎么睡人？昨天那2个玩家对睡眠环境太没追求了吧。我出门拿着笤帚，吭哧吭哧的把残肢先打扫干净，又拿抹布把地面的每一个角落都仔细擦洗一遍。等一切做完，总觉得还差点什么。我突然想起系统说的兑换商城，在积分商城最底下找到了空气清新剂，直接兑换出来，将房间全部喷上。现在这卧室算是可以睡了。也不知道之前他们是怎么住的，也太不注重卧室卫生了。整洁清新的环境才有助于睡眠。哥之前是不是干保洁的？他怎么这么淡定？别人是来通关的，他给人做家政来了。地板擦的能当镜子照。看到这些弹幕，我暗自笑笑。他们可不知道，之前我在地下室住的时候，那里阴暗又潮湿，难受死了。现在好不容易有了一个属于自己的大床房，不是大床套房，我肯定要打扫得干干净净。混子哥表情有点幸福啊，不会是个爱打扫卫生的吧？他怎么又起来了？床单忘换了。由于白天我投入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，把房间的每一个角落都彻底打扫了一遍，因此到了晚上不到10点钟，我就已经困得不行，很快便进入了梦乡。然而就在深夜时分，一股浓重的血腥气味透过门缝，悄无声息地渗透进了我的房间。房门被推开之后，那个身着血衣的小女孩用她那细小的手脚，以一种令人毛骨悚然的方式，宛如一只巨大的蜘蛛一般，悄无声息地爬进了我的房门。她的眼睛紧紧地盯着我，似乎下一刻就要攀上我的床。而此时此刻的我正沉浸在深沉的睡眠之中，鼾声如雷，仿佛连地震都无法将我唤醒。小女孩愣在原地，似乎对我的沉睡状态感到惊讶。她张开嘴巴，发出了一声尖锐的尖叫。然而我依旧纹丝不动，睡得比死猪还要沉。小 boss 就是现在，快点咬他啊！我可是充了会员来看刺激场面的，爆米花我都准备好了，快点来点惊悚的场面吧。我怎么感觉这个画风不太对劲呢？我们不是在看恐怖游戏吗？
怎么感觉像是误入了助眠频道？这游戏的恐怖元素到底在哪里？小女孩用她那尖锐的指甲将床单撕扯得粉碎，一边发出令人不寒而栗的尖笑，一边向我的小腿发起攻击。她的动作迅速而凶猛，仿佛下一刻就要将我从沉睡中唤醒。我突然坐起，迅速地反手抓起一条棉被，将小女孩紧紧地包裹在温暖的被子之下。小女孩被这突如其来的动作弄得失去了方向感，开始在被子下面四处乱爬，同时发出尖锐的嚎叫声。我轻轻地掀开棉被的一角，只露出小女孩的头部，然后小心翼翼地将她的四肢都塞进被子里，确保她被完全包裹好。小女孩看到我的脸庞后，又开始尖叫起来。李佳豪轻轻地拍了拍被子里的小女孩：“小嘴巴，不要说话。”小女孩愣住了，她那猩红的大眼睛呆滞了片刻。我轻轻地将她平放在床上，像哄小孩一样，又轻轻地拍了拍。可怜的孩子，你的眼睛里红血丝怎么这么重？是不是熬夜熬得太久了？现在快点睡觉吧。听到我的话，小女孩的眼角竟缓缓流下一滴泪水。经过一段时间的沉默之后，她缓缓地闭上了眼睛，进入了梦乡。游戏管理员在哪里？有没有人来管管？这合理吗？我觉得还挺合理的。这小女孩在这几十年里也没有人哄她睡觉，这波混子哥的好感度直线上升。离开了混子哥，谁还会把我当小孩看待？混子哥甚至能把鬼都哄成胚胎。随着我规律的轻拍，小女孩也逐渐安静了下来。她像一个洋娃娃一样一动不动，自己看上去还有点可爱。弹幕上还在刷着各种感叹号，但我却不以为然，这不就是一个普通的小孩子吗？第二天早上，当我从床上醒来时，小女孩已经不见了踪影。我身边的床单上残留着斑斑血迹，那是女孩那件带血的睡衣。我想了想，还是决定把床单换下来，毕竟干净舒适的床单才能让我睡得更香甜。来到大厅后，其余的玩家们看到我完好无损的出现，都露出了难以置信的表情。你昨天晚上没有碰见 BOSS 吗？没有，我只遇见了一个小女孩，我们抱着一起睡觉了。孩子挺乖的，睡觉也不蹬背。恭喜剩下的玩家们平安度过前3天。从第3页开始 ，BOSS 会随机游荡，请玩家及时利用积分兑换相应的道具，度过接下来的日子。用过早餐后，系统公告响起，玩家围坐在长桌旁。竟然王府鬼谈讲的是一个灭门案，我推测隐藏 BOSS 很可能就是惨案的凶手。出于安全起见，不如大家都搬到主楼，我们互相安排人守夜，你们看怎么样 ？OK。皮衣男白了我一眼。区新手想和我们结盟，门都没有，别来沾边。我不是。这个游戏只能通关3个人，我们不组团灭了你已经是手下留情了。我等着皮衣男说完，伸手指了指他旁边一碗热粥。我是想说你这粥不要，能不能给我喝？我没吃饱。我看到所有的玩家的目光都注视，都看向我，仿佛看一个智障。不拒绝，那就是同意了。我美滋滋的拿过白粥喝点碳水，晚上才能睡得更香。钻石玩家们还是选择了主屋，留给我的只有2个偏房可以选择。你们猜他会选哪个？还用猜？这哥们昨天和前天在大卧室里睡得和猪一样。他肯定选大的。我站在院中看着一大一小2个房间，然后毫不犹豫地推开了小房间的门。切，一群不会睡的。小房间聚气的道理懂不懂？我刚要抬脚，突然从虚空中传来一个声音：你确定？你知道住在这里后果是什么吗？系统只有玩家面临重大危险时才会出言提醒，不就是早死晚死的问题吗？如果这个房间很危险的话，我果断打开商城，兑换了一张小床和高级床上用品。今天我得睡个好觉。小房间陈设简单，放下我的小床刚刚好，美好的睡眠。我又从积分商城兑换了一些装饰，把房间装饰的跟我小时候的房间一模一样。布置好后，我没有半分犹豫，一个飞身扑到床上，幸福的在被子里打滚。太久没见到你了，我的小床。到底是通关重要还是睡觉重要啊？当然是睡觉重要。又是半夜，咚咚咚，沉重的脚步声在枕边响起。我床边立着一个高大的人影出现，肢体被缝线固定住，长发垂下遮住眼睛。弹幕兴奋的刷屏：我老婆来了！谁懂我刷了 N 遍直播只为了看大 boss 啊？姐姐又要大开杀戒了，好激动！快把她脖子拧断，肠子掏出来！
，BOSS 击杀玩家率在99.9%，主播这下绝对凉。不是，他怎么把 BOSS 拉床上去了？我睡得正觉闷热难耐，突然摸到一截冰凉的手臂，我想也没想就拉上了床。我抱着怀里冰冷的躯体，觉得所有的闷热都被驱散，好凉爽，好舒服。来人在我怀中愣了一下，我嘟囔2句梦话，换了个姿势，伸手拽来被子盖到对方身上，正好我热，这被子就给他盖吧。对方彻底僵住。过了片刻，传来一道女声：“你睁开眼睛看看呢，拿我当抱枕了是吗？”我从梦中睡醒，看到床上是个长发的女人。不好意思，那你睡床，我睡贵妃榻，这样比较合适。男女授受不亲，我还是把床让给他，自己躺到了贵妃榻上，沉沉睡去。在梦中，他仿佛回到了童年，和朋友们在田野里追逐嬉戏。有挂，这主播绝对有挂，他怎么知道我会在这里等他呢？大 boss 滑铁卢时刻，居然也有被硬控的一天。看来，即使是高手也有翻车的时候啊！我错了，混子哥随地大小睡，这技能是真牛 ，BOSS 都能拉来做陪睡的工具。这波操作我给满分。第二天我醒来时，弹幕一水的磕到，什么情况？难道我错过了什么精彩剧情吗？你就不觉得有哪不对劲吗？我环顾四周，突然尖叫一声，我的小床上有一个1.7米的人形大坑，还有好几根来历不明的头发。我这个007社畜终究还是脱发了。我连滚带爬的下床，把床单抻平，又把落发扫走，眼不见为净，仿佛这样就能把昨晚的尴尬也一并扫走。你到底是做什么工作的？007程序员啊，怎么了？你真不是保洁吗？下楼之后，钻石级玩家们聚在大厅里，每个人脸色都很不好看。等我离近，才听见他们的讨论，原来昨天挂了2个人。果然 ，BOSS 出手就知有没有。幸好他没来找我，嘿嘿。我暗自庆幸。同时也在心里默默祈祷，希望今天的运气能够好一些。让新手入伙，你疯了吧？正当我心中暗自庆幸，刘恋突然开口说了些什么，紧接着，一位染着一头鲜艳红发的女玩家突然情绪激动，猛地将手中的碗掀翻在地。红毛女玩家目光上下扫视了我一番，突然间露出了一抹猥琐的笑容。也不是不可以，我突然发现这新手还挺有几分姿色的。这样吧，如果你愿意单独陪我一晚上，我保证你能顺利进入决赛圈，怎么样？我还没来得及表达我的愤怒，弹幕就已经如同爆炸般炸开了锅。不是吧，红毛姐这是在游戏中点起了男模吗？睡神还需要你来保，我哥可是有实力包进决赛圈的，倒是你先想办法苟过今晚再说吧。我哥是不是还没睡醒？面对这种情况都不生气的吗？我什么时候在弹幕里变得这么受欢迎了？我疑惑地看向刘恋，把你的粥让给我行不行？刘恋没有多说什么，直接将粥递给了我。我接过粥后，却出人意料地将粥扣在了红毛女玩家的脸上。大厅里顿时变得鸦雀无声。红毛女玩家头顶冒着热气的汤水，整个人都惊呆了。我要结盟，也只会选择实力强大的人。你不配！红毛女玩家怒不可遏，她跳过桌子就要向我动手，却被一直坐在旁边冷眼旁观的皮衣男一把按住。饭后，我正准备回到房间，却在门口被一个不速之客拦住了去路。我之前确实低估了你的能力，对此我表示歉意。我和刘恋真心诚意的希望你能加入我们的联盟。如果你愿意与我们并肩作战，我们3人联手，绝对有希望成为最后的幸存者。我们3个，如果我的记忆没有出错的话，红毛、刘恋和皮衣男从游戏开始的第一天起就已经结成了同盟。那些无用之人，我会毫不犹豫地处理掉。皮衣男所说的无用之人，指的就是红毛。夜深人静，我刚刚入睡不久，突然被一声极其凄厉的哀嚎声惊醒。红毛一边奔跑一边大声呼救，他的身后似乎有什么东西在紧追不舍，发出窸窸窣窣的声音，就像是一只多足的怪物在快速移动。经过短暂的犹豫，我还是决定起身，掀开了被子。李哥是不是疯了？他竟然要去救红毛，这不就是纯粹的送死行为吗？就算是圣母心泛滥，也得看场合啊！我真是看不下去了。各位兄弟，我们下一个直播间见吧。尽管弹幕中充满了各种纷扰和质疑，我还是推开了门，深吸一口气，对着外面大声吼道：“吵死了！现在是凌晨3点，你们还让不让人睡觉啊？”随着我的一声怒吼，整个院子顿时安静了下来。对不起，是我误会了，还以为我哥圣母心犯了，原来是起床气犯了。看来我得重新评估一下情况，不能总是以偏概全。我哥凌晨3点吵醒，现在比鬼怨气还大，他那副样子简直像是从地狱里爬出来的冤魂，怨气冲天。共鸣了，半夜把我叫醒，就是阎王爷也得吃我2拳。
谁要是敢打扰我的美梦，我保证让他后悔来到这个世界上。院子里的人都愣住了，几乎是下一瞬间，红毛就冲到我眼前，一把将我挡在他前面。别杀我，杀他，杀他！他后面跟着的正是四脚着地、飞速爬行的小女孩。小女孩看到是我，愣了一下，似乎在思考着什么。下一秒，我反手掏出一个洋娃娃，这是我刚从积分商城里兑换的。我一把将洋娃娃塞进小女孩怀里。洋娃娃的衣服我白天才洗过，还残留着肥皂的香气。小女孩低下头，依恋地蹭了蹭，好像找到了久违的温暖。你在干什么？快杀了他啊！红毛的怒吼声中充满了急迫和不解，他无法理解为何在这个关键时刻我竟然犹豫不决。我把小女孩抱起来，拍了拍她的头，试图安抚她的情绪。她的小手紧紧抓着我的衣服，仿佛找到了依靠。都告诉你不要熬夜了，看黑眼圈这么重。李佳豪的语气中带着一丝责备，但更多的是关心和担忧。小女孩靠在我肩膀上，有点不好意思地把头埋进我的颈窝。我进屋，抱着小女孩，把她放到床上。小女孩拉着我的手不放，别扭地喊着哥哥，声音中带着一丝撒娇。哥在呢，快睡吧。李佳豪轻声安慰着，他的声音充满了温柔和耐心。小女孩听话地合上双眼，没多久就睡着了。她的呼吸渐渐平稳，脸上露出了安详的微笑，仿佛所有的不安和恐惧都已离她远去。你怎么做到的？她的声音中带着一丝难以置信和惊恐。亏你还是个女孩子，连哄小女孩都不会，不是说女人最了解女人吗？我忍不住出声嘲讽了一句红毛。我轻轻拍着小女孩，看见红毛站在门口一动不动，她的眼神中充满了疑惑和不安。行了，你别在那站着了，去把窗户关严实，没什么事你就去睡觉吧。走的时候把门给我带上，关严实点。小孩睡觉不能见风，吹着凉就不好了。我轻声地解释着，希望红毛能够理解。红毛没听我的话，而是抽出砍刀，他的眼神中闪烁着危险的光芒。趁他睡着，我们正好杀了他，击杀怪物有隐藏奖励。我赶紧捂住小女孩耳朵，怎么能让小女孩听到这么残忍的话呢？呸呸呸，怎么能对女宝说这种话？孩子做噩梦怎么办？你有病吧？这是小 boss， 不知道有多少人死在他手里。他可不是什么女宝，是女鬼。红毛拿着刀一步步向小女孩逼近，我在心里叹了口气，哎，好言难劝该死的鬼，我又有什么办法呢？什么话都说了，这人也是不听劝啊。在红毛的砍刀还没来得及挥下之前，小女孩突然睁开了她那双充满力量的眼睛，伸出如同利爪一般的手，直接插入了红毛的喉咙。她用尽全力将红毛从咽喉处撕裂成了两半，鲜血如同红色的油漆一般四处飞溅，洒满了整个床单。红毛死了，我哥怎么看着有点伤心呢？不会真喜欢上红毛了吧？可能是又一个玩家倒下了，他感到兔死狐悲吧。他背个毛线，红毛是什么值得可怜的人吗？别忘了，早上红毛还把我哥当男模点呢。我的床啊，床没了，我今天晚上睡哪？好吧，我哥的脑回路你别猜。没见过对床爱得这么深沉的人。爱床有什么不对？床又温暖又舒服，床永远不会批判你，床永远不会背叛你，床只会永远在那里等你。床好人坏，多陪陪床。小女孩显得非常慌张，她用那双冰凉的小手轻轻地擦去我脸上的泪水，嘴里不停地说着对不起。由于床被红毛弄脏了，我只好抱着小女孩换到了另一个房间。后半夜，门被推开，一个高挑的身影飘了进来，青白色带着缝线的手，眼看要扼住我的脖子，却在看到我身边熟睡的小女孩时停住了。半晌，我踢掉的毛毯再次被盖到我身上。是我眼花了，还是 boss 在给我哥掖被角？我哥牛，给 boss 姐训成人妻了，又磕到了。第二天，我醒来听到系统公告：恭喜剩余玩家成功存活，今天起将开启隐藏 BOSS 情妇恶母。玩家们听到系统播报后，瞬间炸了。隐藏 BOSS， 这不是 S 级本里才会有的东西吗？系统要我们死就直说，绕什么弯子？我要投诉！来之前没人告诉我还要对付隐藏 BOSS， 我要退赛！退赛！并不是主动进入游戏的我，根本不知道隐藏 BOSS 是什么，而且这 BOSS 我也没有遇到过啊，怎么都这么激动？不同于玩家们的愤怒，弹幕更是兴奋到我眼花。隐藏 BOSS 终于要出来了，刺激！都期待的我哥新的逆天操作，我已经订阅直播间了。
我现在觉得 A 级们有点可怜，真的，熬了5个大夜，被小女孩和 boss 折腾的彻夜难眠。我哥轻轻一睡就苟到了现在。弹幕老师们戏怎么越来越多了？大晚上的不睡觉干什么？熬夜对身体不好，不知道吗？我抬头看向天空的方向，想找找这些画密的弹幕老师都在哪。我哥是在思考了吗？有点帅呀。别说，认真看看，我哥长得确实有点帅啊。玩家们的情绪似乎非常激动，他们大声地嚷嚷着要退赛。我们来之前都是签过生死状的，退赛怕是不可能。事已至此，还是想想怎么对付隐藏 BOSS 吧。隐藏 BOSS 我连见都没见过，去哪儿想策略？你这么厉害，你来想呗。你跟谁说话呢？不知道客气点吗？呵呵，你不是一直冲老大吗？现在也只会干瞪眼了吧？我看了一眼皮衣男，他捏紧的拳头又松了松，最终还是没有说出什么。情妇恶母应该年纪很大了吧？你有想法吗？留恋这个女孩子从最开始也没有什么太大的恶意，在这些玩家里还是比较值得信任的。而且留恋作为一个女孩子能生存到现在，武力值应该也不会太低，她算是一个很好的合作对象。我想了想，凑近留恋轻声低语：你确定吗？这样也行。相信我。说完我就轻轻地闭上眼。我哥好像有想法了。我看你哥是白天就想睡觉了。我哥的能力你们根本就不懂。这个弹幕你也不太懂我，我只是进入系统商城，在跟系统讨价还价罢了。在隐藏 BOSS 规则发布的晚上，留恋和皮衣男向我发出了邀请，希望我能够在他们的主屋里过夜。我听到了系统发出的声音：现在已经12点了，你今天晚上不打算睡觉吗？系统，你的管理范围似乎有点过于宽泛了。不过说来也奇怪，我今天晚上竟然一点都不觉得困了。时间悄然流逝，当午夜的钟声敲响时，门外突然传来了脚步声。那声音听起来非常奇特，节奏是2快1慢，仿佛是有3条腿的人在行走。在这空旷而寂静的院落里，不断响起的咚咚咚声越来越接近我们的房间。就在脚步声即将到达门口的那一刻，声音突然消失了。皮衣男站在门边，透过门缝向外窥视。外面什么也看不见。那就把门打开吧。听他的，打开吧。你疯了吗？他一点武力值都没有。我现在开门，岂不是在给 BOSS 白白送人头吗？是你要拉他入伙的。兄弟，我们之间总得有点信任吧？开门吧。如果真的有什么危险，我来吃这个亏还不行吗？别再犹豫了。皮衣男面对我们2个不松口的态度，似乎下了很大的决心。他咬了咬牙，用力地扒开了门栓，让门缓缓地开启。一个浑身青紫，看起来如同僵尸一般的老太太，她趴在门上，保持着一种窥探门缝的姿势。当她看到我们3个活生生的人时，从喉咙里逼出了一阵咯咯的声音。紧接着，她伸出那如同利爪般的手，试图袭击站在门前的皮衣男。我迅速地从口袋里掏出下午在积分商城兑换的电视，下一秒，电视屏幕亮了起来，发出温暖的光芒。臣妾要告发熹贵妃私通，秽乱后宫，罪不容诛。我握着遥控器，打开了之前精心设置好的频道。下午的时候，我跟系统进行了长时间的讨价还价，最终成功兑换到了这台现代高科技的大电视，并且还额外获得了《甄嬛传》的碟片。无论是我的妈妈还是我的奶奶，都习惯用这部电视剧来帮助自己入睡。我坚信这个 BOSS 也无法逃脱电视剧的神奇魔力。温太医锦溪怎么可能是奴才的孩子？朕知道。老太太听到电视里的声音后，整个人愣住了，她难以置信地转动着僵硬的脖子，目光转向了电视屏幕。她似乎被剧情深深吸引，看得入了迷，连我小心翼翼地将她搀扶到贵妃榻上都没有察觉到。我找来几个抱枕，拍打至松软，然后轻轻地将老太太安置在上面。不过10几分钟的时间，老太太便在靠枕的舒适中打起了呼噜，进入了梦乡。谁能想到啊，我也有在恐怖游戏里看《甄嬛传》的一天，这真是让人莫名其妙的体验。驱鬼哪用什么桃符木剑、滴血验亲就够了，谁能想到恐怖游戏打隐藏 BOSS 是用这招？谁能拒绝1集《甄嬛传》呢？鬼也不行。你是怎么想出这种主意的？你脑子里装的是什么啊？哦，我奶奶以前经常睡不着觉，我一直用这招。毕竟在我家，我不允许任何一个人失眠，在我家是不存在晚睡这种情况的。呼哈哈，笑死我了！皮衣哥的表情已经怀疑人生了。皮衣哥应该在怀疑自己参加的到底是不是恐怖游戏。皮衣哥跟着我哥就自己偷着乐吧。我现在感觉这房间阳气好足，安全感爆棚。我回头环视了一圈，发现留恋不见了。
刚刚开完门之后就没有看到刘恋的身影了。不是说好了计划吗？这小丫头不会自己跑了吧？人与人之间最单纯的信任有没有了吗？这刘恋跑哪去了？不过这 boss 不是已经在这睡着了吗？他跑到外面干什么？我抬头看向皮衣男，不会是趁我洪老太太睡觉的时候，他把刘恋做掉了吧？我疑惑地看向皮衣男，皮衣男看见我若有所思地看着他，心虚地低下了头。好小子，果然有事。刘恋他人呢？他去处理一些其他的事情了。就在这时，隔壁的房间突然传来了2声凄厉的惨叫。不久之后，刘恋带着一种难以言喻的表情回到了现场，他与皮衣男交换了一个意味深长的眼神。我立刻明白了，隔壁的那2个人已经遭遇了不幸的命运。皮衣男轻轻点头，看起来对这一切的发生并不感到惊讶。你们到底在做些什么？皮衣男向我走来，似乎想要给我一个安慰的拥抱。皮衣男带着一丝胜利者的骄傲说道：我们赢了，现在只剩下我们3个存活的玩家。我下意识地避开了他，没有接受这个拥抱。你不要怪我心狠手辣，我在情妇进入他们的房间之后，就从外面把门锁上了。在这个恐怖游戏中，规则明确指出，只有3个玩家能够存活到最后。其实从游戏开始的那一刻起，就有人意识到，与其坐以待毙，不如采取主动、快速结束游戏。虽然我早有预感会有人采取这种极端的手段，但真正目睹这一切发生时，我的心情还是变得异常复杂。毕竟，高额奖金的背后是游戏失败者在现实世界中的彻底消失。这也许就是刘恋和皮衣男能够成为 A 级玩家的原因吧。我们先休息吧，副本结算应该还要1天，明天我们就能离开这个鬼地方了。刘恋，我这里还有2个能量棒，你要不要吃一个？不要，我要，吃饱了才能睡个好觉。最后1天住大床房了。但是到了第2天，我和刘恋、皮衣男一起走到院门处，皮衣男用力地推了一下那扇把我们传送进来的沉重大门，然而大门却纹丝不动。这是什么意思？不是说最后存活的3个人就能通关吗？玩家尚未通关，暂时无法离开凶宅。还有什么破条件？王府鬼坛通关条件1，玩家存活至最后3人。王府鬼坛通关条件2，玩家还原灭门案的真相。游戏规则在第1天系统已经宣布过，只是当时玩家们因为我 C 级的身份而争论不休，没有人注意到第2个条件。妈的，老子在这里被关了整整5天，心脏病都要吓出来了，哪还注意这些鬼是怎么来的？我快速回想了我住过的房间，突然想起了什么。我想起来了，我们去小女孩的房间看看。偏房还是熟悉的布置，自从上次被我收拾了之后，地毯还是干干净净的，被子也是我上次弄好的样子。你带我们来这里干什么？你们没进过这个房间吗？没有，我们这种等级的玩家来了都是住主屋的。好了，不要再装了，哥们，下次记得每个房间都看看，别只长肌肉不长脑子。拉伸肌肉，好像把你大脑褶皱也撑平了。不是我哥这么会骂人吗？你们说我哥舔一口自己的嘴唇会不会被自己毒死？无视了皮衣男和聒噪的弹幕，我指了指床后面墙上的水墨画，用毛笔画的，一看就是小孩子的随手涂鸦。第1张还很正常，画面里其乐融融的一家5口，爸爸妈妈、2个姐姐和小妹。然而从第2张起，画面变得极端诡异。第2张画上，父母笑呵呵地在厨房里准备晚餐，母亲的菜刀下赫然是一个人头。第3张画上，姐姐淹死在井里，皮肤泡得发白。第4张画上，只有一双猩红的眼睛以及大颗大颗蓝色的泪珠。你前天晚上睡在这里，就没发现这些画不对劲吗？不好意思啊，我睡太快了，没注意到。睡觉这个领域还得是你，看来这家的父母是变态杀人狂，肢解了大女儿，2个小一点的女儿接受不了自杀，所以这里才变成了凶宅，对不对？不，还有更深层的原因。什么原因？情妇侵犯了自己的亲生女儿们。你怎么知道？因为我长脑子了。身旁的刘恋一直都没说话，我看向皮衣男，你们遇到过画里的女鬼吗？皮衣男一脸弱智地看着我，我就知道，指望他白费。脑子没用的话，可以捐给需要的人。皮衣男刚想反驳，旁边一直没有说话的刘恋拉住了他，让他说。刘恋，你干什么？拉疼我了。刘恋瞪了皮衣男，我也是第一次见刘恋露出如此凶狠的表情。皮衣男吓得不敢吭声了。终于安静了，第1页女鬼给出的谜题在我脑海里响起。她是我最深的噩梦，
我是他最亲密的秘密，我们流着一样的血，他是谁？他是谁？他就是父亲。这也解释了小女孩为什么会穿着血迹斑斑的睡衣，为什么系统会管隐藏 BOSS 叫情妇恶母。叮！恭喜玩家们破解凶宅的秘密，现在请下楼接受你们的奖励——最后的晚餐。这新手哥们牛啊，真让他盘出真相来了。话说，我还以为我哥真的全程在睡觉呢，他怎么记住女鬼的谜题的？对啊，他当时不是在睡觉磨牙吗？等我们回到1楼大厅时，长桌上出现了丰盛的菜肴和各色酒水。皮衣男渴得嗓子冒烟，直接拿起一瓶能量饮料狂灌。这几天系统虽然能维持基本生命的食物，可是唯一能当水源的只有每天1碗的白粥。投桃报李，我把自己的饮料让给了刘恋。半个小时后之后，大家都吃得差不多了。大家都酒足饭饱了吗？别卖关子了，赶紧放我们出去。现在宣布新增规则，由于观众强烈要求，规则发生变化，通关人数仅限1人，同时将对弹幕游客采取竞猜模式，猜中结果的游客将获得大额奖励。系统播报结束后，我们3个都没有说话。好戏终于来了，期待！我哥看不见直播间打头，还不知道自己直播间流量暴涨，系统为了加大热度改规则了。我就说恐怖游戏什么时候这么仁慈了，居然能允许3名玩家通关，真人斗兽场好看爱看。皮衣男抽出砍刀，缓缓向我走来。对不住了，你确实比我聪明，但是战斗方面我确实是个实打实的钻石级。他和刘恋都是钻石级，此时此刻先杀我这个毫无还手之力的新手是最优解。我也只是想活下去。皮衣男说完就挥刀向我砍来。突然一道红光闪过，小女孩从鞋子里扑出，死死咬住皮衣男的小腿。不许伤害哥哥！滚开，滚开！皮衣男用腿狂踢小女孩，一双缝线的手揪住皮衣男的头发和脖子，一扭，咔嚓，皮衣男倒地，瞳孔扩散。长发女鬼把皮衣男踢到一边，望向我，忽然叫道：“小心！”一把餐刀抵住了我的后腰。刘恋在我耳边轻声说：“对不起，如果不是在游戏里遇见你，我们或许可以做朋友。可是我已经通关了，不是吗？”什么情况？李哥和刘恋不是都在呢？系统说了，只能通关1人。哥，你是不是睡糊涂了？清醒一点！我怎么感觉我哥是话里有话呢？我盯着刘恋的脸，你根本不是玩家吧？从第1天到现在，我没见你吃过一点东西。你对王府的构造还有刷怪时间都了如指掌。昨天晚上你一离开，隔壁的2人组就立刻被情妇虐杀。你到底是什么人？刘恋没说话，片刻后忽然嘶哑一笑，嘴角扬至耳边，裂开一个正常人不可能达到的弧度。下一秒，他脸上皱纹丛生，褐发替代了浓密黑发。眨眼间，刘恋便从一个妙龄少女变成了一个枯瘦老头。他挥起餐刀，发疯一样向我砍来。家族的秘密要永远烂在这个院子里，谁也别想从这里离开。我操，是秦妇！原来秦妇一直藏在玩家身边。我薯片都撒了，这个 boss 长得太恶心了吧！哥挺住啊，现在往大门外跑还来得及。我突然停下脚步，站在原地看了眼我的手表，差不多该起效了吧。忽然，秦妇手一软，刀子掉在地上，膝盖脱力的瘫软在地上，怎么爬也爬不起来。你对我做了什么？你没尝出来吗？你亲手下的安眠药。我虽然嗜睡，但也不至于一天能睡17、18个小时。进入游戏后，我很快发觉自己睡眠时间长得不对劲。第1天，刘恋把白粥让给我时，我就发现到里面下了药。我没有选择打草惊蛇，而是将计就计，在钻石级玩家面前演出每天睡不醒的样子，只为了留出时间让刘恋真正目的一步步暴露。李哥演到我流泪啊！原来你都是装的，小丑竟是我自己。哥，你聪明得让我没收。秦妇这是什么药？连鬼都扛不住，这下自食恶果了吧？我捡起掉在地上的银餐刀，一步步走进秦妇，最后用力捅进她的心脏。我把秦妇推进身后的灶坑，熊熊烈焰中，秦妇尖叫着炸成碎片，脚下的地面地震般晃动起来，四周的砖瓦柱子纷纷倒塌崩裂。秦妇侵犯女儿的恶行是因，而恶母的执念是果。正是恶母的执念使得全家被困在这座院子里，永世不得超生，只能成为一轮又一轮恐怖游戏的 NPC。哥哥，我们还能再见吗？我们一定会再见的。真的吗？拉钩。小女孩勾住我的手，还没等她说出下一句话，房梁掉落，将女鬼和小女孩如2团雾气般砸散，四周瓦片如雨掉落，大厅已经成为一片废墟。我知道不宜久留，转身推开别墅大门。外面刚下过一场雨，我踩到湿润的土地，面前出现系统面板。恭喜玩家李佳豪通关游戏《王府鬼谈》，
通关评价5颗星，剧情完整度100%，玩家生命值99%，NPC 攻略值100%。玩家李佳豪成功击杀隐藏 BOSS， 已获得越级奖励，当前等级钻石级。